欢迎来到结构思考力网络课堂，带你一起学习结构会议力，让我帮你摆脱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糟糕会议。我是结构思考力的创始人李中秋。这是我们这门课的最后一讲，是在分享了高效会议的基本原则、不同参与角色需要掌握的结构化组织、主持和参会工具技巧、不同会议类型该如何开以及合理使用模板，做好会议纪要之后，提醒你要重视会议结果的落实与监督。还记得我们给会议的定义是什么吗？将不同的人为了共同利益或者寻求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交互信息以产生改变为目的的行为。没错啊，产生改变才是目的，而会议的过程再高效，会议纪要再完美，不构成实际改变，那什么才能促进改变呢？当然是行动。也就是说，短小节实，最后一个标准叫有落实的体现。在管理学界啊，流传着一则三星公司9个必有3个公式的高效会议原则。那9个必有呢，最后一条就是凡是会议必有追踪，说的就是对待会议之后的行动的态度。而3个公式当中啊，第一个公式叫做光是开会，如果会后没有人落实，等于0，告诉我们要明确责任人。这里我们使用 3W 任务分配模型，也就是说 What do What by when， 谁在什么时间之前完成什么事情。那第二个公式呢，叫做会议上布置了工作，但会后不进行检查，等于0，告诉我们要明确监督人。那第三个公式啊，抓住了不落实的事儿，同时追究了不落实的人，等于落实，告诉我们要设立明确的奖惩机制。你看，每一个公式都在督促我们要将会议结果付诸于行动，并且非常清晰地指示出我们该如何行动。听到这里啊，如果你对前面的课程呢还有印象，大概可以想起这么2个知识点。那第一个知识点呢，是使用一个句式去阐述每一项工作啊。那英文翻译过来叫什么？叫谁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时段内如何做，以及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啊。当时我举了个例子，叫我会与小刘一起在之后2周之内使用规定模板制作项目投标文件，完成全部文件制作，并通过内部的审评验收。换句话说啊，这就是会后要落实的一个具体任务。而另一个知识点呢，这是会议纪要当中呈现的模板里边有一个决策区，这里也记录着要做什么，谁负责，什么时间完成，达成什么效果。所以啊，在以上制度和流程的保障下，我们大概率是知道该怎么做的。而我想提醒你的是啊，一定要设置监督机制。IBM 的前 CEO 啊，郭士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下属只做你检查的工作，不做你希望的工作。那对应到我们工作当中啊，我们觉得说多数人呢都会主动去做那些有监督机制的工作。这一方面是人的惰性使然，另一方面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因为时间总归就那么多，每个人都会去做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啊，当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用检查的方式去关注他们希望达成的工作。这种简单的方式啊，可以是定时报备，也可以是专人督查，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那说完检查啊，再来说一下反馈，确切的说是反馈和调整。其中啊，反馈主要是彼此之间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如实的告诉对方，将工作情况和状态不留情面的告知对方，帮助对方进步。对停滞不前的，要毫不留情的说出现状；对有成绩的，要适时的告诉对方其努力的工作的成效。而调整呢，则是在检查和反馈基础上调整目标、资源、计划，让停滞不前的工作有所精进，让有成绩的继续精进。你也可以试想一下2种情况，看哪一种情况会让你抓狂呢？情况1，你交给同事或下属一个任务，他说好的，没问题，之后1周平安无事，但你放心不下，就去问事情怎么样了，他说我早就做完了。情况2，领导交给你一项任务，说很急，你接过来一看，确实挺重要的，所以啊，加班加点赶了出来，第一时间交给领导手里，之后的1周平安无事，但你内心有点疑惑，到底做的怎么样呢？就去问了领导，他说啊，有些数据处理的不太好，我自己做了一份。其实啊，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太好，他们都忘了在第一时间进行反馈。其实啊，反馈是彼此之间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了解到的情况如实的告诉对方。反馈包括告知信息加指导改正2个要素。
反馈呢是一种帮助别人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并取得成果的方式。好的，那到这里啊，我们整个课程关于如何高效开会的结构化的通用方法和原则就全都介绍完了。在这些方法和原则的帮助下，应该让你可以发起或主持或参与一个会议，是一个短会、小会，是一个有结果、有落实的高效会议了。而我们的课程呢，也接近了尾声。总之啊，我希望通过结构会议力的实讲，可以从不太一样的角度，从结构化的原则、流程和工具方法层面，和你一起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帮你摆脱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糟糕会议。好，我是李中秋，期待之后还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更多的与职场有关的结构化思考经验。再见。